你有打过自杀防治专线吗？一直以来呢，大家对于这些专线评价都很两极，有人觉得很有用，因为专线才捡回了一命；那有人呢觉得超没用哦，专线人员根本是在帮倒忙，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自杀防治专线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祺哦。每次发生自杀相关的社会事件时呢，我们都会在新闻上面看到一句话：珍惜生命，自杀不能够解决问题，生命一定可以找到出路。如果有需要咨商或者是相关协助，可以拨卫福部专线1925、生命线专线1995或张老师服务专线1980。之所以会有这段自杀警语呢，是为了提醒读者，如果也遇到困难，可以拨打这些专线寻求协助。不过，如果你上网搜寻，就会发现大家对于这些专线的评价非常的两极。有些人确实从这些专线得到了帮助，但有一些人呢抱怨这些专线很没有用。真正需要的时候呢，这些专线根本就打不进去。就算打进去有的专线人员呢根本是提油救火，讲完电话让人更想要死。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些自杀防治专线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为什么会有负评？真的有网友说的这么糟糕吗？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你喜欢玩策略桌游吗？那就马上来玩迷走工作坊新推出的2045战争桌游吧。这款原创桌游以台湾视角出发，描述西元2045年，在另外一个时空里面，中国发动了特殊军事行动，玩家将扮演台湾各势力的领袖，做出策略性决策，努力的在游戏当中备战生存下去。迷走工作坊设计团队擅长台湾文史的游戏开发，过去曾经出版台北大空袭等桌游。而这一次的2045是由国家级设计师参与创作，机手为玩家打造出精美卡牌游戏配件，提供沉浸式的桌游体验。这次的优惠直到9月13，全系列周边集资限定，错过即绝版。马上点击画面左下角的产品资讯卡，了解更多的资讯吧。讲到自杀防治专线，大家应该都看过1995、1980、1925这3支电话。那虽然说这3个号码呢常常同时出现，但它们其实属于3个不同的单位。首先1995是生命线，1980是张老师专线。这2条专线呢都是由民间单位经营，靠募款维持运作。而1925呢则是卫福部安心专线，是政府负责营运的电话。虽然说负责这3支电话的组织不一样，但他们提供的服务基本上大同小异。像是生命线的官网就有写1995可以提供的协助非常的多，从自杀防治啊、危机处理，一直到婚姻家庭、男女感情、法律、身心健康的协谈，全部都是他们协助的范围。张老师的官网则说1980可以协助处理情绪以及各项生活适应上面的困扰等等。大致上面来说，不单单是自杀防治，几乎可以说是所有情绪相关的困扰都可以打电话求助。那么打电话过去会发生什么事呢？打进专线之后呢，电话那头的协谈员通常会先自我介绍，然后说明专线的规定啊，以及谈话时间的限制频率。举个例子协谈员呢可能会在一开始先跟你说，我知道你有许多的困扰想聊但是我们机构对于协谈的时间有限制，原则上面呢不要超过50分钟。或者说，如果协谈时间比较长，我可能会累，无法专心听你说话，这样子会减低协谈的效果。之所以会讲这些主要是为了避免来电的人长时间占线，或是对专线有错误的期待。不过有些协谈员呢表示这并不是硬性的流程，如果个案的状况很不好，他们可能就不会给时间压力。而在电话当中呢，协谈员也会判断来电的人有没有立即性的危险，像是强烈的自杀意念等等。那如果没有明显的危险讯号，对话的过程其实就跟去辅导室找辅导老师很像。协谈员呢会倾听，协助梳理想法，有些时候也会主动问问题，或是提供自己的建议。而在对方比较稳定，或是话题告一段落的时候，协谈员可能就会主动喊停。一方面是需要休息另一方面呢也要提前结束这种电话，把时间留给其他有需要的人。但是这些专线呢，一直以来大家的使用评价都非常两极，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你上网搜寻拨打自杀防治专线经验，你会发现大家的感受真的差很多。有些人表示他很感谢这些专线的帮助，在最低潮的时候，还有人愿意有耐心的听他说话，同理自己，让自己觉得被接住了。但是也有不少人觉得这些专线根本没有用，每次有需要的时候几乎都打不进去，而且就算打进去，接电话的人也不太专业。有网友就说，他打电话求助，说自己最近压力大，很忧郁，但协谈员呢却只说你不要这么执着，跟家人讲，他们一定会听，或者自顾自的分享人生大道理，让他觉得聊完之后心情更烦躁。
甚至还有人提到自己分享完困扰的事情之后呢，竟然被骂不要浪费社会资源，让他非常的生气，自杀的念头反而更强烈的。总而言之长期以来呢，自杀防治专线被部分的网友批评接通率低，跟专业度不足，怎么会有这些状况呢？首先是接通率低的问题。目前无论是生命线张老师，还是卫福部的安心专线，主要呢都是由没有领薪水、自愿帮忙的志工来担任协谈员。大部分的志工呢是退休的长辈，小部分呢则是有心理专业背景的学生或是社会人士。根据2020年的报道，生命线的接线员志工呢大约有3000人，而1925安心专线呢则是有100人左右。但是这样子的志工人数呢难以应付数量庞大的求助电话。根据生命线的统计，2022年呢，1995支电话被拨打了70万次，而他们接通了其中21万通电话，扣除掉一些广告骚扰电话等等，实际上面呢也服务了18万人次。这数字代表呢，平均每天会有将近2000人拨打1995，但能够打进去的实际上面呢只有500人左右，确实呢有3/4的来电没有被接通。而打不进去的状况呢，大家体感上面可能会更严重。这是因为大部分的电话呢都集中在夜晚跟深夜，但这些时间呢往往也是志工最难排班、人力最吃紧的时段。在2021年，生命线开始启用了异线转接的功能，让不同区域的志工能够互相的支援、消化来电。只不过在尖峰时间密集而大量的来电量，依旧呢是难以全部接通。而人力短缺的状况呢，一直以来都让各个专线很困扰。但由于志工招募很不容易，短期之内恐怕也很难有什么样的解方。第二个专线常常受到的质疑呢，就是被说专业度不足。其实各个专线呢都有要求志工必须要经过完整的训练才能够上线接电话。那以生命线的志工来说，大家要上过至少130个小时以上的训练课程，内容包含了自杀评估、协谈技巧、精神疾病辨识、精神障碍个案的处遇原则等等。只有完成了课程，通过考核之后才会开始排班。但是可能因为每个志工的背景差很多，对于课程的吸收理解程度也不一样，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给予最适当的帮助。像是年龄代沟就是个很常被提到的问题。就像前面讲到的，很多志工呢是退休的叔叔跟阿姨，如果求助的是年轻人，彼此的价值观可能会差很多。有网友就分享，他因为被自己的爸妈长期精神伤害，心里很难受，决定打专线寻求帮助。结果志工阿姨听完之后呢，就跟他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百善孝为先。”让他觉得没有被同理到，一点帮助也没有。曾经担任过志工的网友也分享，有的专线志工能力差异比较大，那对于打过去的人来说呢，就有点像是碰运气，不一定能够遇到好的协谈员。而另外从志工的角度来看，很多时候呢，他们也面临着选择的挣扎，因为专线的资源有限，他们必须要判断当下的个案只是想要聊一聊，还是有自杀的风险。假设判断个案还没有那么危急，可能就不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协谈。只不过，要是判断不正确或处理的不够细腻，可能就会让求助的人有一种被敷衍的感觉，让沟通变得很不愉快。不少志工坦诚，单纯以电话的方式，他们能够提供的帮助可能很有限。很多时候，专线能够做到的就是陪对方撑过一个晚上，让他隔天有力气寻求更有帮助的资源。那什么是更有帮助的资源呢？专家建议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之下，如果有需求呢，可以直接找各地区的这个医疗机构心理咨商所或者是治疗所，寻求专业的心理师的协助，大概还是最快最直接的方式。而生命线跟张老师呢，也都有提供面对面会谈的服务，也是由专业的心理师协助咨商。不过这些面谈呢，通常需要预约也会需要收取一些费用。那如果需要免费的资源，可以到各县市的心理卫生中心预约免费咨商。有学生身份的话呢，学校的辅导室咨商中心依然是很值得使用的资源。除此之外呢，在去年的8月，卫福部也推出了年轻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提供一定的名额，让15到30岁的青年每人3次免费心理咨商的补助。总而言之现在心理健康的相关资源慢慢的有在变多。那如果你的需求很明确，也有勇气呢，可以多踏出一步，都可以去尝试专线以外的资源哦。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这种大家100% 黄标的题目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话又说回来写这集的时候呢，我们的感受其实很复杂。我们相信那些愿意花时间接触培训不知心的专线志工们，应该都是心地善良的人们，他们也是希望呢可以帮助别人，才会选择站在社会安全网的第一线。那虽然我们这集讲到了一些负面的例子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网友分享，这些志工呢在他们最黑暗的时刻给了他们鼓励跟希望。只不过每个人的使用经验落差很大，还是有些人呢可能遇到的志工沟通的方式不够细致，反而让他们受到了2次伤害。
那么深究背后的原因，除了志工本身能力差异之外，更多的问题可能要从制度面上面来解决。像是志工培训可能需要更严格的考核，或是补足人力缺口，让志工呢有更充裕的心力，可以更细腻的对待每位个案。但是我们过去做了很多社福相关的议题发现这些该怎么做，大家其实都知道，但问题就在于资源不足。不管是公家机关还是 NGO 都有类似的状况。因为社福议题呢，可能比较难吸引一般大众讨论或参与，可是社福议题呢，又是一个非常需要很多人长期的共同的投入。那在经费跟人力都不到位的状况之下呢，各单位就很难发挥完整的功能。所以现阶段呢，我们觉得除了呼吁更多人关心之外，身边的人如何彼此帮助，也显得格外的重要。那么想要鼓励大家可以多关心身边的朋友，是不是有一些情绪上面的困扰？假设对方愿意跟你分享，你也觉得有能力帮忙的话，可以多跟朋友聊聊，在一起讨论要不要打专线，或者寻求其他的专业资源。这么做呢，或许都会让社会安全网更绵密一点点，接住更多需要的人。好的，那今天想问大家，你有打过影片当中任何一支专线寻求协助吗？有，我觉得很有帮助。聊完之后状况好很多。B 有，但我觉得没有什么帮助。C 没有，目前呢还没有这样的需求。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经验或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讨论自杀防治专线的状况。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自杀圣地以及忧郁症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